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湿气重的人可以在夏天晒太阳吗？最近啊，咱们小区发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，就是我发现啊，本来我是上楼去晒被子的，发现一群大爷大妈就背对着太阳在这晒。我是早上10点钟上楼的，然后发现他们大爷衣服都脱掉了，那大妈呢穿着衣服，头上裹着一个毛巾，就把背对着太阳。我就感觉这个状态啊非常有意思，我就上去打趣说：你们在干嘛？他们呢就说在做天灸。什么叫天灸啊？就天上的这个天火啊，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水气啊给它排出去。而且呢，很多人晒完以后啊，说面色啊发红。这个呢，其实也是源于一个古法当中啊，我发现特别有意思，而且很多人夏天这么去做。咱们今天啊，就拿这个做一个话题，因为有很多朋友啊，常年被湿气缠身，有的缠着5年，缠着10年，缠着15年的都有。而这些人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是什么？就是特别想把这个难缠的湿气啊给它抛出去，因为这个湿气啊，只要缠着你就太糟心了。有的朋友啊，感觉浑身重；有的朋友啊，他湿嘛聚多成痰，他聚在这儿或者聚在大腿上面，你就会发现白白泡泡的一团肉。而有的朋友啊，这个湿啊是聚在脾胃当中的上下两头，比如舌头啊发白，两侧有齿痕，这个中间啊有的朋友是白的，有的朋友是一条裂痕啊，舌头胖大。厕所呢上起来以后啊，都黏黏糊糊的不成形。这都非常的多啊，只要湿气啊，它因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，而且它逗留的地方不同，所以每个人的状态也是不同的。但是无论是哪一种，你在这个春夏之气，很多人都知道利用这个季节，想把自己的身上的湿气去干净。你就要知道啊，古人为什么把湿叫做湿啊？你看这句话说的看似有些多余，其实不是的啊。古人呢，刚开始啊，他不是把这个东西啊定义为湿气的，而是不知道叫什么。因为呢，他感觉这种东西啊，它像水一样，然后缠着你，但是没有取好一个名字。后来呢，据记载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他穿着衣服很多，突然掉落在水中，被这个撑船的人啊把他捞上来了。捞上来以后呢，这个人呢，正好呢，他懂得一些这个医学方面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捞上来以后，哎，他发现身上湿湿漉漉的啊，缠着这个衣服啊，缠在身上，哎，这个呢，就和他在学的这个湿啊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他说我身上啊当时很湿，这个衣服粘在身上又重又沉，而且这个水啊往下走特别的凉。哎，他这么一想，那以后不如就把这个叫做湿气吧。所以后面湿气啊就慢慢的流传开来了。那么既然讲到了湿气，他就想到了说，那既然身上有湿，那自然要请天上的火来把它请出去，这就有了什么叫做天灸，也是这么来的。所以后面就越传越广，越传越广。慢慢的，很多人啊就拿着一个被啊晒着背啊，去在背上去晒。其实这样有用吗？理论上来说是有点用的啊。那很多人说我出了大把的汗啊，我的湿啊就排出去了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你记住啊，古语当中有记载，因为随着这个年代一点一点的往后，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深，发现这个湿啊是在体内的，而天火呢，它并不能把体内的湿完全的去干净，而只能把你的寒啊往外请一请。所以呢，后面慢慢的发现，原来湿气的泄口啊，并不在背，而是在于足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叫湿气喜聚足底，涌泉为其泄口。涌泉通则湿气散，阳气生；涌泉堵则湿气聚，阳气消。这句话就充分的讲明白了涌泉的一个重要性。所以到后面慢慢的，我们很多人啊，由后面的背啊转为了我们的足底涌泉。涌泉就是一个大泄口。再到后面，古人越来越完善，他发现了这个湿气啊和阳气啊，它是对立的产物。比如说湿气重的时候，你的阳啊就消，湿气重嘛，把我们的这个太阳啊挡住了，遮天蔽日，它就会越聚越多。而当我们的太阳出来了以后，阳气上升了以后，你的湿湿水水它藏不住了，就慢慢的烟消云散了。所以后来，哎，你看非常聪明啊，它就不是去专门去祛湿了，而是去生阳。所以在夏天的时候，一般是4个字，叫做扶阳祛湿。而很多人只听了后面2个字祛湿，这里就有点本末倒置了。先扶阳后祛湿，阳上来了，湿自然就没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师门当中啊，继承了这种扶阳祛湿的一个概念，在夏天的时候找准这个窗口期，就在我们脚底的涌泉上面用上7味扶阳7君子，
用完以后感觉就不一样。你会发现方法用对了以后，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把我们自己师门当中用的方法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，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师足贴，是我们师门当中的，你在市面上面是找不到的。这盒南师足贴啊，我分享给了很多粉丝、家人、朋友们，他们用完以后啊，都竖大拇指，而且很多人被缠着5年、10年、15年，甚至更久的，都开始笑嘻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上面的写着扶阳七君子，我读一下你就知道啊：脑浆、艾绒、桂圆、花椒、桂枝、当归、丹参啊，就这么7样。这么7样组成这么一片小小的足贴，这个小小的足贴啊，来头可大了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咱们就把它贴在足底的涌泉之上，然后睡醒了以后，你就把它撕下来就行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749天，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我对这个南师足贴这么了解？首先，它是我们师门当中的，我们师门当中对选材、对用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，而且但凡是需要古法传承的这种制法的，我们都会一丝不苟的把这个制法，无论再复杂，都会按照这种制法去做。同时呢，我自己啊有段时间也被湿气啊缠住了，那段时间啊，我自己是感觉到浑浑噩噩的，每天就是2个字，一个是累，一个是懒。累是什么？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干，就感觉特别的累，整个人啊感觉特别的沉，特别的重，而且我每天啊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不想起来，这就是懒啊。为什么？一天要睡上10个小时，原来一天就睡7个小时，后面慢慢的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被湿气缠住，一天10个小时，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啊，就是你哪怕你睡不着，你也不想动，起来了以后头上就像压着大石头一样沉沉的。好了，那段时间以后，我赶紧找我师兄把南师足贴啊寄给我。我用上了以后，我发现第一天我撕下来的时候，我自己啊都惊讶到了，上面是沾着一层黑乎乎、黏稠稠的东西，这些是什么？我一看就知道，就是我脚底当中的湿和寒。这些东西都是从涌泉当中请出来的，因为这个足贴啊贴在足底的涌泉上，我连续贴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上面在撕下来的时候颜色一天比一天浅，直到30多天左右的时候再撕下来就开始没有太多的污渍，而且上面是清清爽爽的，没有那么的气重的人啊，你记住，夏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，它是一个窗口期，在夏天的时候做好扶阳，然后呢，把我们的这个涌泉的口打开，让湿气流出去。这个时候方法用对了，你会发现原来难缠的一些问题也没有那么难缠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咱们的身体上面藏着8个祛湿口，这8个祛湿口啊，每逢到了春夏之际啊，就会完全打开，排空身体上面的湿气。湿气大家都知道啊，湿气越多的人，那么他的身体啊就会越虚，身体上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毛病，而且啊浑身没劲，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。有些朋友啊还特别的嗜睡。这8个祛湿口啊，可以说和我们的湿气啊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。在春夏之际，如果这8个祛湿口堵了，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就没有办法更好的排出体外。所以呢，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动作，就是打开我们身体当中的8个祛湿口。这8个祛湿口打开以后，让身体里面的湿气啊排得干干净净，浑身上下清清爽爽。好了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。如果感觉有用的，在评论区下方打上“有用”2个字，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，每天跟着做。做动作之前，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。这2把经络拍啊，非常的结实，而且非常的耐用，专门疏通我们身体上面的经络，把堵的地方变得更加的通畅。居家备上这2把以后啊，健身通络非常的好。首先，我们从上到下去讲这8个祛湿口啊。首先是我们的腋下，大家会发现啊，一到夏天，很多人的腋下都容易出汗啊，出汗的地方最多。所以呢，腋下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祛湿口。我们怎么去打通呢？非常简单，手臂抬起来，用这个拍子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。大家注意啊，做这个动作细节是什么呢？拍子打过来，你看我这手啊有一个挺胸的细节，直接敲打上来，要把我们的腋下完全暴露出来啊。做动作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有节奏啊，不能为了光拍而拍。当你的腋下堵了以后，我们朋友啊拍起来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？感觉拍得起来有点疼，有点刺刺挠挠的感觉啊，这个呢就是堵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们经常每天啊去拍上个50下，把腋下这里给打通，那我们的祛湿口啊就能完全打开。好了，腋下讲完以后，就是我们的手肘。手肘这里啊非常的重要，怎么去做呢？非常简单啊，你看我们的手啊自然往前去放开，放开以后呢，用拍子，你看。身体的一个扭动啊，带动我们手腕的一个转动，你看
自然而然就打在我们的拍子上啊，手就这样环绕，轻轻松松就把我们的手肘和腋下这2个去湿口啊给打开啊，就这样去绕。非常的简单，依然每天做上50下到100下，你会发现打通完这2个去湿口啊，整个人啊会感觉非常舒服啊，身体上面感觉特别的畅快。好了，我们再讲下面的4个去湿口，非常的重要。腹股沟这里有大多数的人啊都是堵的，你可以用手啊去摸一摸啊，是不是感觉里面有一些小筋结、小疙瘩啊？这里啊，只要你长期久坐，我们的气血啊过来，因为腿是折着的，就不容易流通。腹股沟一堵，你的下肢、腿部都容易堵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用拍子啊去击打我们的腹沟啊，反复的击打，来回的进行一个敲打。在敲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转胯，大家注意看，这是转胯啊。拍子敲打下来，转胯去做一个迎击啊，把2个力量合二为一啊。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，每一下要拍的结结实实的。大家从侧面看我的动作，每一下都非常的有力。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每天拍上50下，你的腹股沟啊就会被打通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腘窝。腘窝啊，就在我拍的指的地方啊，也是我们腿部弯折的这个点。这个点啊，很多人啊都是不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啊是很少有人啊能够触及到的，也很少有人会去主动的给它做一些疏通。我们用拍子啊，只要站着啊，手自然下垂，你会发现这个拍子就抵在我们的腘窝处。我们只要来回反复的，你看拍打就可以了。手交叉的往前去拍，这个拍子啊它有一定的弹性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弯腰，只要站着收腹啊，把拍子放在这里，来回反复的进行一个敲打，做一个50下到100下就可以了。做的时候啊是非常轻松，而且非常简单的。很多朋友腘窝不通，所以打起来的时候啊，他的感觉里面啊会发胀、发疼啊。这个呢，就是因为你的腘窝啊太少疏通了。这几个动作大家一定要记下来，然后收藏下来这个视频，每天啊就坚持的去练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的身体上面这8个去湿口打通了，经络疏通，气血通畅，整个人啊湿气没了，身体啊是既轻松而且还强壮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，最后给大家讲一下，咱们的经络拍啊一定要准备2把，一把的话呢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拍拍打打，它编排不出动作；2把的话才能把这个经络拍的性价比发挥到最高，编排出各种各样的动作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咱们人啊，身体上面湿气一重，就会变得又虚又懒，而且身体啊还特别容易发胖，体质变弱。老古话说的非常好啊，叫做千寒易去，一湿难除。这个湿气啊，为什么难除呢？因为湿气啊是一直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不断的产生。湿气啊不仅仅和我们的地理位置有关，和节气有关，而且呢还和我们的体质强弱有关。我们如果身体上面的湿气啊不及时的去除，那么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就会一直困扰着我们身体上面的健康，不仅仅啊会影响到我们脾胃的运化，而且还会使我们整个人变得懒惰、没有精神，身体上面虚弱发胖。其实咱们的身体上面藏着8个去湿口，这8个去湿口啊非常的重要，只要把这个8个去湿口啊打开，那么湿气啊就会从这个去湿口当中啊排出去，身体上面没有湿气了，就会变得清清爽爽，人啊会变得特别的轻松。今天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，打开我们身体上面的8个去湿口，让你的身体啊更加的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看方法怎么去做。做动作之前，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，这2把经络拍可以轻松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，让身体不再堵，身体啊变得更加的好，更加的强壮。这2把经络拍啊，居家备上2把，真的是非常的好。接下来我会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演示动作怎么去做。首先，咱们从上至下依次来讲这8个祛湿大窝。第一个啊，当属我们的腋下。大家如果留心观察，会发现腋下是出汗最多的地方，可以说是我们排湿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。同时呢，腋下穿行着大量的这个神经啊、血管，包括里面还有淋巴，所以呢，这个点啊非常重要。现在呢，我们手持2把经络拍啊，利用它的一个拍子的弹性去进行轻轻的击打，每一下2下啊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你看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这个手抬起来啊，把腋下完全暴露出来，同时用这个经络拍的这个弹性啊，你看轻轻的击打在上面，就这样啊，反复多次的啊，咱们就这样去做啊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去数拍打个80下到100下啊，就这样去拍。
拍起来的时候啊，有一些酸，有一些胀，有些朋友啊，因为长期堵着，所以这里呢拍起来它都会有些疼。自己呢平常没事啊，也可以在这里啊揉一揉。如果你发现这里一摸起来特别的疼，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，要把我们腋下的这个去齿口啊及时的疏通。好了，腋下讲完了以后，第二个去齿口是哪里呢？我们说手肘啊，非常的重要。你看这个手肘啊，它也是一个窝，我们称之为肘窝。这个肘窝其实拍打起来啊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把手肘肘窝看暴露出来，手肘伸直，用拍子，你看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像缠腕啊，把这个手腕你看一旋，1、2、3啊，慢动作给大家看，我们就这样轻轻的拍打，很有节奏的。我们甚至啊做的时候，可以为了锻炼我们的腰腹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啊，你看旋转起来，给大家做个完整的演示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每一下敲的时候啊，都是让我的肘窝完全的暴露，身子呢，你看可以微微的往前倾一些啊，就这样去做，拍打起来啊，酸酸溜溜的啊，非常的舒服啊。这两个大窝你拍通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你上身的经络啊也通了，而且手上的一个气血循环会变得更好，手上感觉微微的发热，是非常的舒服啊。第二个窝呢，就是我们的肘窝，也建议大家去拍上50下到100下。现在咱们来讲第三个窝是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腹股沟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大腿根部，你看腿这样一折，你看这里啊有一个沟，咱们称之为腹股沟。这个腹股沟啊非常的重要啊，跟我们的这个腋窝啊可以说是在同一条线上面的，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朋友啊这个腿脚不好，腿脚气血循环不好，包括着啊它这里啊穿行着很多重要的一些血管，所以呢我们这个里面啊一定要把它拍通啊。你看我们做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我们的腹股沟啊完全的暴露出来。什么叫完全的暴露呢？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？微微的，你看往外顶胯，同时把我们的脚尖，你看往外打开一些啊。你千万不能什么呢？把脚尖并起来啊，然后呢，同时这个腰啊是弓着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把我们这个沟啊给藏起来了。我们怎么把它打开呢？你看脚尖微微朝外，同时膝盖啊对着外面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胯部啊往前顶一些啊，然后来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啊，就这样去拍，这个拍起来的感觉啊是非常酸爽的。因为很多人啊长期久坐，导致了身体上面啊气血不循环，最容易堵着的点啊就是我们的腹股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姿势啊把它摆好，然后呢胯往前一顶，我们就轻轻的这样去敲打啊。在敲打的时候啊，不仅啊锻炼了我们的手臂，同时啊把腹股沟拍通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膝盖啊、你的脚底啊都会微微的发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通呢，我们的下肢的气血循环也就好了啊。我们就这样去拍，你看拍的时候啊，你看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省力，就是拍子敲击上去以后，你看一绕，你看手肘这样一绕，绕过来，第2下、第3下、第4下、第5下啊。拍子啊和我们的手去拍有本质性的区别。我们手去拍的话，它只能打到我们的皮，打不到里面深层的肉，开不了经络。但是拍子不一样，它这个啊做的非常的结实，所以呢，我们拍的时候啊，你看它的这个声音啊和包括这个击打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呢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建议大家准备2把拍子啊去做啊，效果更好。好了，最后一个窝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窝啊，是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国窝啊，这个点啊。这个点啊，其实有一句话啊，叫做腰背委中求。咱们的国窝啊，也有一个重要的点叫委中啊，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啊，其实很多人啊仔细去摸，它这里啊是凸出来的，有一根大筋在这里，而且呢，长期凸出来就会导致我们的下肢啊它会肿胀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去做我们国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。你看，大家从后背演示一下，这里呢是最难放松的，因为我们做的时候正常用手做。啊，我们容易把我们的膝盖怎么呢？一打膝盖就弯了啊，容易受伤。同时呢，这个膝在下面，我们自己做也不好做，用这个拍子就非常容易解决了。你看，我们这儿站直啊，轻轻松松啊，就把我们的肘啊给它拍通了。啊，你其实还可以顺带着什么呢？把我们的啊整个大腿后侧啊，你看拍个啊30下左右，慢慢往上移，啊，再拍一个30下左右。慢慢往上移，啊，把我们大腿后侧啊也给它拍通，啊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。大家可以看，我们做的时候啊，因为咱们这个拍子啊它是有弹性的，所以呢，去拍的时候呢，只要轻轻的把我们的手腕，你看
这样一抖啊，它就可以轻松的把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腘窝啊给它拍通，啊，非常的舒服啊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身体上面的去湿扒窝。每天坚持去训练，其实累积起来啊，不超过10分钟，你就能让你的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干干净净。同时呢，这8个窝打通了，你身体上面的气血循环也会变得更好，身体啊变得更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咱们准备经络拍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准备2把。为什么呢？一把经络拍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，它没有办法编排出动作。但是2把经络拍不一样，咱们可以把它编排出更多的动作，从而达到既锻炼了身体，又疏通了经络，让身体啊更好，充分的发挥这个经络拍的一个价值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同时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现在已经进入到春天了，咱们很多人啊，应该有个很明显的感受，就是感觉身体上面啊，随着这个气温的回暖，慢慢的充满力量了。哎，想着出去啊，踏踏步，走走路，哎，这样的感觉。如果说你到了春天，身上还是感觉懒洋洋的，不想动，这个腿上啊又沉，脚底上面还感觉小冰小凉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可能就要做这一个动作。这是什么动作呢？就是你帮助你把我们的身体啊转起来，让你的循环代谢啊变得更好的一个动作。这叫做什么？非常简单，叫做跺脚功。这个跺脚功啊，对于咱们腿上沉沉的、重重的，脚底上面还感觉一年四季像放在小冰窟窿里面一样的，你就把这个动作做一做。咱们现在啊话也不多说，直接给大家演示动作。大家感觉好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“有用”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同时记得把视频啊收藏下来。我们现在开始来讲解。那么这个跺脚功呢，顾名思义就是把你的脚往下去跺。但是大家记住啊，不要乱震，不要乱跺。乱跺的话，很容易被你什么反震上来的这些力啊给伤着，特别是咱们腰上面还松松垮垮的，就不太好了。这个跺脚功怎么去做？腹部收紧。先把我们的腹部收紧，哎，腹部一收紧，这里就固住了，看到没有？如果你感觉收不紧，把2个手抱着我们的肚子往上去提，看我的胸部变化。当你手抱着肚子，胸就挺起来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。然后呢，慢慢的脚抬起来，抬上去，脚尖向上勾，快速跺下来。再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来，1、2。啊，做的时候你一只脚抬起来了，另一个腿的膝盖要保持不要伸直，微微的弯曲，这就做到什么？一个缓冲。咱们如果做连贯起来就是这样，配合呼气，往下跺的时候是吐气的。你看，来提，腹部上升，吐，就这样去做啊。如果刚开始练习，你一个手摸着肚子，一个手感觉不稳的扶着墙。然后把腿抬起来，脚尖上勾，身体下落的时候，腿这么一震，这就脚跺下来了。再来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身体有一个下落的过程，咱们就这样跺一跺，你会发现这个跺完以后，跺个10下，跺个20下，这个力量啊会随着你脚底接触地面往上，我们看不见的啊，往上去震动。腹部收紧了以后，它带着。对于我们里面的宝宝啊，这个地方就会减少很多震动，然后力量会顺着你的骨头往上走。这个对于咱们很多朋友松松的啊，骨质松松的，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。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10下为一组，配合吐气，往上提的时候吸气，往下放的时候吐气。看吸、吐、吸、吐，就这样去做，经常多练一练。整个身体啊感觉不一样，而且做完以后脚底热乎乎的，可舒服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我是大伟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，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